算你命大，遇到我上山采药。谁派你来的？我要杀你早补刀了，快放手，子弹得取出来。放手啊！药筐里有止疼药。这药不对劲。你喝的是曼陀罗，有催情的作用。你干嘛喝这个呀？爹，这个胡老三给了1000块大洋的彩礼，7日之后，你不嫁也得嫁。胡老三已经打死3任老婆了，我嫁给他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爹，老爷，你怎么能为了1000块大洋就把咱的亲生女儿给卖了呀，老爷？闭嘴！娘，救了他，就不用嫁给胡老三了。不要走！我救了你，你也帮了我，我们两不相欠了。我的头好痛啊！哎呦，我头疼死了！哎呦，娘，哎呀，你的头一天能疼10回。我说说你这个臭小子，我头痛还不是因为你吗？你要是赶紧结婚，给我抱上个大孙子，我还至于头痛吗？你干嘛喝这个呀？你喝的是曼陀罗，有催情的作用。娘，要是没有其他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言川，言川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你说说，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他成家，我还能抱上个孙子吗？老夫人，你也就别管司令了。这军营中上上下下都是男人，哪来的条件结婚呢？那怎么办？我倒是有一计，你说说看。可以组织一次军属探亲宴，表面探亲，实则以探亲名义，将军属中未出阁的女子全都请过来。您到时候挑选一位合适的女孩子送到司令旁边，这样2人日久生情，您的心愿不就早日达成了吗？这个好，通知下去，安排家属携未出阁的子女来军营来参加探亲宴。
找到他了吗？没有。找了你5年了，你到底在哪？娘，给你喝水。谢谢小花。娘，我来帮你洗。水凉，娘自己来。来，我来吧。娘，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接纳我和小花。你是娘的亲闺女，小花是娘的亲外孙，咱仨呀，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哎呀，你们办得太好了，马上给你生。老爷，这次探亲宴，眷属都知道，是老夫人给司令选媳妇。要是知道我家有个未婚先孕的荡妇，认为我沈家家风不正，到时候害得婉儿当不了司令夫人，可怎么办？那不行啊，爹，你赶紧把他们娘仨赶出去啊！洗什么洗？谁让你当年乱搞，生下这么个野种，败坏家风！我养你们5年也真是养够了，滚！现在给我滚！不许你欺负我娘！哎呦，你个小野种，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！走，走！放开小花！走，走！下去！司令的车都敢拦，不要命了！快跑吧！怎么办呀？你怎么回事？小花，停下！小花！小花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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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花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司令，老夫人派人传话说，今天举办了探亲宴，让您快点回去。走吧。这个背影，好像5年前那个男人。如意，哎，如意，军营后厨帮工的那个张婶啊，有事回家她干不了了，我现在顶替她了，1个月10个大洋，以后咱们娘仨能过好日子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娘。对了，今天那个老夫人探亲宴正好缺人手，你也去帮忙，1天2个同源。好啊，但是小花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，要不你先带她去，我把家里安顿好了就过去。行，那你记得收拾一下啊，从后院进来。小花，走。娘不是说直接从后院进去吗？这好像是大厅啊。老夫人到。老夫人，
我是李警卫之女李芊芊，今年18岁。我是孙指挥之女王如烟，今年19岁。你是哪家之女？老夫人，我是……帮工还问家世年龄吗？回老夫人话，我叫沈如意，今年25岁。沈如意，是你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怎么敢跑到这里来？老爷，这贱人没资格跟婉儿争司令夫人。嘘。哎呀，老夫人呐，家门不幸啊！这个沈如意原本是我沈家的长女，私底下与野男人私通苟合，助胎暗结，败坏我沈家的门风。我们呐，早就将她逐出家门了。和野男人苟合，岂不是不洁之身？是啊，老夫人，她呀，肯定是被野男人抛弃，活不下去了，这才想靠着这张装模作样的脸蛋，装成黄花大姑娘，攀上司令这根高枝。我没有，你没有。好，我问你，今日我以探亲宴的名义，将这些未出阁的军属的孩子聚集在此，目的是什么？老夫人，我不知。沈如意，装什么啊？今天可是老夫人挑选儿媳的选席宴。什么？老夫人，我不是来参加什么选席宴的，我是来后厨帮工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引到了这里。是你自己来我面前，让我引你进来。现在事情败露了，你却在这里扯谎，装无辜。夫人，我没有撒谎，请您相信我呀。得了吧，后厨烟熏火燎的，你倒有心思把自己拾到的像个小白花一样，肯定啊，处心积虑想鱼目混珠。老夫人，我真的不想做司令夫人，请您明鉴啊，我真的不想做司令夫人。残花败叶也配跟我们争？他要是被选上，迟早会混淆司令血脉。好一个不知廉耻的贱婢！今日乃是我儿选席之宴，你处心积虑，凭借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冒充黄花闺女，想翻身当司令夫人，简直是下作至极。老夫人，我没有，您相信我。士官，给我掌嘴20。是。老夫人，您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老夫人，我没有。活该。老夫人，我没有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没有。司令，老夫人名义上举办的是探亲宴，实际上是为您挑选媳妇儿。您要不要去看一眼？不去。让你找个人找了5年了，怎么还找不到？整个5卫区的护士都找遍了，都没人说救过您。那就再找。是。把他给我拖出去，不许踏足军营半步。老夫人，这贱人明显不服，出去肯定会说您冤枉他，就应该立即枪决，以儆效尤。好，那就让他心服口服。来人，把后厨负责人给我带上来，我要让他无话可说。老夫人，您叫我李秀美，你这个贱婢，你怎么敢闯进军营？老夫人呐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她就是这个小贱人的亲娘啊！什么？我就说这个小贱人怎么有胆闯入军营，原来是有这个老贱人铺路啊！
一个混入后厨做内应打探消息，一个在外面装模作样，费尽心思在选习宴上脱颖而出。不是的，老夫人，什么勾结，什么当司令夫人，都是冤枉的，冤枉！住口！住口！军法明文规定，军营重地，禁止内外勾结，谋图私利，竟敢罔顾军法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夫人不要，我和我娘说的都是实话，老夫人不要，娘，老夫人，我求你了，你要打就打我吧，你别打我娘，我娘年纪大了，她受不了。我们真的没有勾结，我们真的没有阴谋。娘，你醒醒！娘，你醒醒！来人，大夫，老夫人，求你救救我娘吧！娘，你和奶奶到底在哪儿啊？娘，你和奶奶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娘竟敢利用工作之便，将你这残花败柳塞进这选习宴，你是把本夫人当傻子是吧？死不足惜！老夫人，我认错，是民女不知羞耻，妄想攀附司令高枝，这才混进宴会。民女任凭老夫人处置，只求老夫人看爱能饶了我娘。民女求求老夫人了，饶了我娘！民女求求老夫人了，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娘吧！老夫人，你救救我娘吧！娘，小花，快走啊！你回家，你别管我，你快回家！我要和娘在一起。老夫人，这就是沈如意与乡下野男人生下的孽种，给我把他拖下去，不要再让他碍了我的眼！不要！小花！奶奶，求求你放过我娘吧！大胆，给我松开！不知死活的野丫头，滚开！小花，奶奶，求求你放过我娘吧！谁是你奶奶？就算是我想孙子想疯了，也不可能认你这死野种当孙子！老夫人，这个女人攀附司令不成，就让这小孽种冒充司令血脉来攀附您，她真是其心可诛啊！老夫人，就应该割了这小孽种的舌头，免得他在外面到处宣扬自己是司令的孩子，毁坏司令的名誉。不会的，小花她没有。老夫人，小花她还是个孩子，我求你宽恕她吧。只要你能放了小花和我娘，民女但求一死。来人，给我立刻枪决！放开我娘！娘，你们放开我娘！不要！你们放了我娘！娘！小花，沈如意，敢跟我抢司令夫人的位置，你活该！小孽种，只要你现在承认你娘是个娼妓，我就跟老夫人求情，留你娘一条贱命。不要！娘以前是救死扶伤的护士，是天使。司令，不好了，探亲宴出问题了，老夫人被气得下了枪决。娘一向宽容，
怎么会记得下了枪决？走，去看看。司令到！娘，儿啊，气死娘了！谁这么大胆？军营下人居然里应外合，谋权私利，将自己未婚产子的女儿装作黄花大闺女混进来，做我的儿媳妇。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老夫人，您别生气，为这种贱婢气坏了自己的身子不值当，司令也会心疼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立即执行！叔叔，求求你放过我娘吧！娘，我也本无意娶妻，此事要不就算了吧。算了，你要是早点娶妻生子，我至于办这场宴会吗？我至于气成这个样子吗？今天我倒要让在场的所有人看看玷污君威的下场。开枪！算你命大，遇到我上山采药。我要杀你早补刀了，快放手！子弹得取出来。我救了你，你也帮了我，我们俩不相欠。住手！住手！是他。司令，你可不能心软啊！沈如意与野男人搞黄，生下小孽种，就是个放浪形骸的贱人。至今都不知道小孽种的爹是谁，还妄想投机取巧，攀上司令这棵大树，简直就是不知廉耻，根本死不足惜。请司令立即下令枪决沈如意。OK。哎，都怪我教女无方，我们已经将沈如意给逐出家门，还望司令千万不要连累我们沈家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就地正法。士官，立刻枪决！哎呀！是你。言传，你娘要杀他，我必以命相赔。言传，你为何要护一个荡妇？司令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娘，今日本就是为我举办的选席宴，既然如此，我选她。从此以后，她就是我的女人。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言传，你竟然要选这个人尽可夫的荡妇做媳妇？难道你是被这个虎妹子给吸了魂了吗？你难道是真的要气死娘啊？你真要气死娘了？娘，我没有。真是门楣不幸呐！没想到我这个花甲之年的老婆子还要经历这一遭。娘，你言重了。本来想着你坐稳了这司令之位，
我就可以颐养天年，子孙满堂，过着这三世同堂的日子。可没想到啊，这老天要亡我呀！我老婆子的命好苦啊！我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，陪着你坐上这司令的位置，我日盼夜盼，我盼的是什么？娘，我一定会好好赡养您，让您安享晚年的。孤家寡人如何安度晚年？在场这么多冰清玉洁的姑娘，你倒好，放着那守身如玉的姑娘不要，非将这个水性杨花的姑娘当作宝，你是拿针戳娘的心尖儿啊！娘，她不一样，她是我的挚爱。她怎么就不一样了？非得荷花里面挑泥巴，麦子里面挑芝麻是吧？哎呀，我这造了什么罪呀？照理说，我这把年纪就应该颐养天年，享齐人之福。我是三军统帅的亲娘，令人羡慕的对象。可如今呢？如果你爹泉下有知，也会死不瞑目的呀！是啊，司令，您如今的位置肯定离不开老夫人多年来的谆谆教诲，您就别再忤逆老夫人了。司令，老夫人一心一意都在为您考虑。这么多年来，陪您风餐露宿，挂帅亲征，征战四方，可从未有过一天的安宁啊！您不能让他人到晚年，还要为儿子的婚事操心吧？我心意已决，娘，是孩儿不孝，从小到大我从未忤逆过你，但我希望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，希望您能理解。我看你是反了天了！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如果你非要娶她的话，我今天就撞死在这儿，陪你那早死的爹去做伴儿。作为三军统帅、六军主母，如果连家事都管理不好，如何管理这军营上万个军属？还望司令三思，请司令立刻枪决沈如意。言川，你知道为娘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性格。娘，为娘戎马半生，辅佐你在群狼四伏的战壕里独占鳌头。如果你执意如此，就别怪娘心狠手辣。我是你的亲娘，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贱婢。不许你们欺负我娘！你这个坏奶奶！你小花，小花，娘，对不起，小花不应该调皮到处乱跑，我应该等着娘和奶奶回来，这样娘和奶奶就不会因为小花被欺负了。小花乖，这事跟小花没关系啊。要是爹在我们身边就好了。娘，为什么别人都有爹，小花没有？娘，小花的爹在哪里？哎，小野种，你给我闭嘴！夫人，恳请您啊，将这小野种一并枪决，以立军威。你个小贱人，还不跪下给老夫人请罪！欢迎娘！小花，你个小贱人！放肆！司令在这，也敢胡作非为！小花，快过来！司令，这就是个野种，根本不值得您相护，留着他就是个祸害。此事我自有定夺，用不着你插手。滚一边去！
娘，她就是我朝思暮想、四处寻找的女人。言川，你为了这一个残花败柳，你就要弃死为娘吗？老夫人，您现在不顺着司令，反而会引起他的逆反心理，这样不但影响母子情分，还会让军心不稳。如今司令好不容易打了5年的仗，统一了3军和6区，万一让敌军趁机而入，再次混战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那我就看着他娶这样的一个女人回家吗？老夫人，您忘了，陈师长可是司令他最敬重的人。如果让陈师长来当说客的话，您还怕司令他不妥协吗？对，去请陈师长。好。什么？沈如意这个贱婢，居然和他娘里应外合谋取司令！江城如今是司令征战沙场、浴血奋战中厮杀出来的一片净土，绝对不能让这个祸国殃民的妖女迷惑司令。没错，走去探秦宴。一个未婚失贞的妇女，竟然敢冒充黄花大闺女，企图做司令的夫人，将社会公良秩序置于何地？我要代表江城的记者，恳请司令将沈如意立于正法，以正视听。娘，今天沈如意我保定了。副官，去叫军医给沈姑娘医治。司令，这……我看谁敢！我没事的。还不快去！是。言川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这个女人，你执意要娶她吗？没错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，夫人，先消消气。陈师长马上就到了。陈师长到。陈师长可是司令的老师啊！陈师长对司令还有知遇之恩，这么多年两人在一起出生入死，更是有救命之恩。司令肯定会听陈师长的话，处决沈如意。陈师长的地位在军中也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哪怕在古代也是个摄政王，他的话语权可谓是众人皆知，司令一定会听他的。陈师长，你总算来了，快劝劝言川吧。司令，按理来说，您的私事我作为外人不应该插手，但我作为您的老师，在今天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有必要对您劝诫几句。有话您但说无妨。自从您登上司令之位以后，一直以来殚精竭虑，无心成家。我们这些做属下的，肯定也是希望您能够早日觅得良缘呐。我知道您为我的终身大事，整日愁眉苦脸，但是如今，我找到了我要守护一生的女人。司令，这个未婚失操，道德败坏，其母里应外合，罔顾军法的杂种，绝不可以成为司令的夫人。她实在是没办法入得大家的眼。如若您就喜欢这类的，我们可以派人去找啊。我非她不娶。言川，你……老夫人，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司令如此做法，会让众将士心寒，还会让您背上昏庸无度、色令智昏的骂名。若是连心爱的女人都守不住，还有何脸面谈军心荣耀？李秀梅，怎么说你也是豪门闺秀出身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如此败坏家风的女儿，还搞得司令母子2人失和，
玷污军营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助纣为虐，与他内外勾结，罔顾军法，帮助他混进老夫人举办的探亲宴，成功吸引了司令的注意力。尔等行为军法不容，莫非你是想要军心溃散吗？如今各区军阀混战多年，终于出了一个像司令这样的枭雄，统一稳定下来，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日子。难道要因为你们母女寒了军士们的心，图谋不轨者趁机发动战争？你们母女是否能够承担？这乱世之中好不容易换来的和平，你们母女就是红颜祸水，就该血溅于此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女儿，让她失了金羽。我愿意为此承担所有的代价。请陈师长放过我的女儿和外孙女吧，求你了。娘，陈师长，这对母女根本死不足惜，他俩沆瀣一气，分明就是在拿腔拿调，装腔作势。他们两个一个也别给我放跑了！你身为子女，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年迈的母亲因为你而被逼上绝路吗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在乱世，作为一个女子，婚前事宜视为不忠，魅惑司令视为不义，扰乱门风视为不孝。你这种不忠不义不孝之人，就应当即处决。来人，立即执行！我看谁敢！谁都不许欺负我娘亲！你们，言川，你看看这个野种，就算是你娶了沈如意，她将来就是一个司令的千金，她配吗？你别忘了，作为司令的千金，将来可是要统管6部，执掌3司的。如果她血脉不正，凭什么让众将士肝脑涂地？老夫人所言极是，现在不比以往，军中战士们都只认可陆司令你这个人，而不是所谓的军服。我们只相信您的亲生血脉会继承您骁勇无畏、杀伐果决的血性，而不是这个野种。老夫人，我认为就应该立即处死这个野种，杀鸡儆猴，免得以后再有这种不三不四想法的人，都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脑袋。不是的，我没有，小花她不是野种。其实，小花她就是言川的。老夫人，小花她不是野种，小花她其实就是言川的。闭嘴！贱婢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恳求司令枪决沈如意！恳求司令，恳求司令，枪决沈如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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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和外孙女吧！我在后厨做事这段时间，一直兢兢业业，尽心照顾军区上上下下的伙食卫生，从不敢偷懒，更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请老夫人和司令看在老夫一片忠心的份上，饶过如意和小花吧。老夫人，我知道今日我们祖孙3人冲撞了你，是老夫人和司令母子关系不和，我愿意以死谢罪，恳请你放过如意和小花。娘，你别吓我呀，娘！对不起，娘没有保护好你。娘，是
是女儿不孝，是女儿对不起您，娘。快将军爷！司令，你看这李秀梅爱女情深，为了子女不惜牺牲性命，难不成你要把老夫人逼成这样才满意吗？哎呀，司令无此死，三军统帅后继无人呐！他要是娶了这个贱婢，这3军6区就称他为主母，听他的使唤，我们这陆家军就会成为这母女2人的囊中之物，守护着贱婢和这野种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呀！既然他李秀梅为了女儿豁出性命，那我也可以为了这3军6区豁出我的性命，为了我们能换来这些美好生活，也为了我儿，我也要血染当场！不可呀，老夫人，您的身子不可这么造啊！司令，你非要置老夫人于不顾吗？你还拉着我干什么呀？我这儿大逆不道，我留着老命有什么用？不如让我一头撞死算了，让我……老夫人，你这不是在瞎说吗？你可千万不能出任何事情。司令，你忍心吗？陆家家规可是百世孝为先，老夫人可是您的亲生母亲呀！若她因您而死，3军6区上上下下的战士们会寒心的。如果你要是娶了这个贱女人，我怎么跟陆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呀？你爷爷到时候就会怨我没有教育好你，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大逆不道的儿子？哎呀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你不如让我死了算了呀！我这老命有什么用？我万劫不保呀！司令，老夫人可是军人出身，在军中的威望不比您低。若是被有心人利用，让众将士知道您因为一个不自爱的女子将老夫人伤得痛不欲生，众将士会为老夫人打抱不平的。3军6区该如何去看你？还请司令收回成命，一切听从老夫人的安排，立刻就地枪决这祖孙3人。请求司令立刻枪决这祖孙3人！请求司令立刻枪决这祖孙3人！请求司令立刻枪决这祖孙3人！老夫人，闭嘴！如今这祸事就因你一人而起，你若是还有一点良知，你就不要连累父母家族，你就应该自杀谢罪。别拦着我，让我去死！不要啊，老夫人，其实小花真是……别拦着我，让我去死！娘，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，娘？老夫人军医，军医呢？已经请了，老夫人马上就到。坚决啊！司令，老夫人为了3军6区的安稳，为了您的幸福，以死相见，还请司令思量再三呐！娘，是孩儿不孝。儿啊，娘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娘只是想让你找一个清白的姑娘，为咱们陆家繁衍后代，光宗耀祖。这100年之后，咱们陆家才能薪火相传，绵延不断呀！娘，我的心中只有如意，其实我也……这天下好女人多的是，你为什么非要执迷不悟啊？娘，我堂堂3军都头，血气方刚的年纪不为人言，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女人呢？你真是大逆不道！你要气死娘啊！沈如意，你如今害得老夫人受伤，简直是罪不容诛。你若真不想连累其他人的话，
自我了结吧。师长，此事乃我一人之错，我愿意一力承担。民女愿以死谢罪。如意，只要有我在，不会有任何人能伤害你。娘，不要丢下小花一个人，娘，也不要离开小花。司令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此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若不立刻枪决3人，是无法堵住悠悠众口的。你还是尽快做抉择吧。我看谁敢信口开河。言传，这大厅这么多的军属子女，与你门当户对，又有共同话题，这样才是夫妻关系长久稳定下去的核心呐！这都是为娘的过来之谈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娘，我自己的路想自己走。糊涂！您做到这个位置，怎能随遇而为呢？利益往来、人情往来是不可避免的。江山是一时稳定，若没有四方联合抗敌，迟早会有分崩离析的一天。司令，如果您娶了这个女人，还要替她抚养孩子，岂不被外人耻笑？司令，您的责任重大，是威武区人民信念所托，更是3军6区的定海神针的。你若执意取了这个贱婢，会动摇地心的。李秋梅，你的女儿妖言惑众，害得老夫人容颜受损，这都是因为你平日里来的娇惯放纵，你简直枉为人母，现在即使撞死也死有余辜。陈师长，老夫人，此事乃我一人所为，请你宽恕我的家人吧，我求你。你难逃罪责，一个伤风败俗、口蜜腹剑的蛇蝎女，如今更是3军6区的罪人，我看你该自枪而死。不要伤害我娘！老夫人，求您开恩呐，求您开恩，放过我女儿吧，我愿意一命抵一命。来人，将此女给我就地枪决！有我在的一天，就保她无恙。这孩子好话歹话不听了是吧？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拿下！不许你欺负我娘！你这孩子，不许杀害我娘！这孩子怎么这么熟悉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小花，告诉我你的生辰是几号？我才不要告诉你，你是个坏人，你们都欺负我和我娘！你个小孽种，敢对司令拳打脚踢，还懂不懂规矩了？你这个自轻自贱的贱人，现在连自己生的小孽种都管教无方，你就应该带着这个小孽种一起去死！老夫人，我请求立刻对他们执行枪决。沈婉儿，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怎样说也有手足之情了，你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呢？连半大的儿童你都不放过。因为你丢人现眼，根本不配做沈家的人。我无时无刻不因为有你这个姐姐而感到恶心。坏姨娘，不许欺负我娘！你这个小野种，竟然敢推我！快把这个小野种拖下去！我看谁敢！小花，告诉我今年几岁了？生辰是什么时候？我才不要告诉你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！等我找到爹地，让爹地为我撑腰！你那
见不得人的爹，说不定是街头的乞丐呢。指望他来救你，哼，简直天真。司令，这个小孽种出言不逊，我看还是尽快处理了比较好。小花，告诉司令，你的生辰是什么时候？我今年5岁了，生辰是3月6日。3月6号，难道是？司令，护帐时报前记者以及刘都统求见。他们现在来干什么？自然是为了你的事情而来，让他进来吧。进。司令，老夫人，我今日前来也实属无奈呀，司令。我记得当初老司令逝去前曾交代我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你，你也不负所托。这么多年来，攻城夺池，军纪严明，颇有大将之风。我从未想到你竟然会做出如此糊涂之事啊！既然你如今色令智昏，那我就以父职之身，以陆家的100年清誉之名，命令你立刻枪决这对母女，永绝后患。以沈家长女失贞败德，你今日依然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老夫替你父亲执行家规。若司令今日能改变主意，愿意另娶他人，那么老夫也能做主，放了这对母女，将他们赶出军营去，永不得见。司令，这沈如意与人私通，放荡不羁，现如今还将老夫人精心准备的探亲宴整得一团糟，鄙人也认为应该将他们从严处理，肃清言论。司令，你也看到了，如今在场的不仅有百姓的代表，还有陆家军的表率，您可得仔细思量。沈宇，如意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要眼睁睁的看着她去死啊！司令，那个沈如意5年前就被我逐出家门，她早就不是我们沈家人了。沈如意可是被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，我们沈家世代清白，哪能经得起世人的舆论呀？我们沈家的老祖宗要是知道有这么个不孝子孙，怕是棺材板都盖不住了。就是啊。是啊，司令，这祖孙3人脸皮厚的都能开染坊，也不怕出门遭雷劈。如今更是在探亲宴上出言不逊，所犯之罪简直是罄竹难书啊！你们平时就是这么对他们母女2人的吗？司令，本身就是这沈如意失贞在前，我认为沈家的做法并无大碍。不仅如此，还稍显仁慈。但凡是我家的子女敢做出此番不守礼法的事情，我必定亲自清理门户。没错，司令，哪有父亲不为自己子女好？哪怕子女不服管教，他们迫于无奈，大义灭亲，实属典范，值得宣扬。李秀梅教育无方，沈如意不守妇道，小孽种不守规矩，以下犯上。我认为应当将这祖孙3人一同处置。娘，别吓我。没事。司令，这母女2人做出惊天骗局，是对万千支持军队民众的愚弄，是亵渎军营、挑战公序良俗的恶行，岂能因私情而废公义？请秉公执法，还军营朗朗乾坤！胡编乱造，妖言惑众！我陆家军堂堂铁血男儿，岂会因柔弱女子而溃不成军？不明白你们为何对他们母女2人如此狠心？司令，沈如意未婚生子，现如今更是破坏探亲宴，惹恼老夫人，他们是死有余辜，不足为信。若我连家人都护不住，就遑论为司令，为家主。司令，这个沈如意啊，
本就是我沈家人，但是这些年我们沈家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家风啊！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沈如意做出如此不伦之事，我也只好大义灭亲呐！恳请司令立即处决他们母女。司令，怎么说沈如意还流淌着沈家的血脉，还请司令按其家规处置，请司令不要干涉人家家事。很好，沈家主，前记者，二位仗义直言，我替3军6区表示感谢。既然沈家主主意已定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娘，不要难过，不要害怕，小花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如意，小花，这些年来你们居然生活得如此水深火热，你们受苦了。司令，都是我罪该万死，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和外孙女吧。司令，老夫人，小女娘亲年事已高，求你放过他们吧。其实小花她就是……闭嘴！司令，这个野种必须枪决，他身上流着下贱的血，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下贱的血脉？是啊，司令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野种就是沈如意与野男人苟合所生。当年沈如意去山上救护站当护士，但司令横扫7城，统一兵权，最后还了老百姓一个盛世太平，所以那个救护站最后也解放了。沈家特意为他相看了一户好人家，可他却在下山的路上与他人私相授受。司令，你可不能被这个贱人给蒙蔽了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可他不仅违抗了父母之命，如今更是想做出混淆司令血脉这种大逆不道之事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你爹对你有养育之恩，你竟然做出让他颜面扫地的事情，简直大逆不道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当年沈家为了1000块大洋把我卖给臭名昭著的胡老三，我不满他们卖女求荣的行为，这才出此下策。闭嘴！简直胡说八道！自轻自贱的贱人，现在还想将我们沈家拉下水？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洗清你身上肮脏的印记吗？像你这种荡妇就应该游街示众，立即枪决！他说的句句属实。司令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就在现场。当年大军胜利凯旋，我让主力部队先走，我留下来打扫战场，卫冕百姓。因此反途中只有寥寥几人。敌军的残余部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对我们围追堵截。当时我也是重伤，强弩之末，是恰巧如意下山，才让我得救的。言川，你是说这个沈如意，你们之前就认识？娘，正是如此。那司令，那不过是个巧合，说不定沈如意救你的时候还未与奸夫相见，所以司令并未看到他与别人的阿杂事情。如今更何况有了这个小孽种，司令不能因为救命之恩就替他人养孩子啊！你再说一句他是贱种，我就将你就地枪决！小花不哭，娘在呢，不哭。从今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们母女俩了。陈师长，你再劝劝司令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这么看，他跟言川小时候长得还真是一模一样呢。娘，等孩儿长大了，继承司令府，就可以保护娘了。言川最棒了，娘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言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5年前我被敌军所袭，是如意恰巧赶到，给我进行了包扎，我们也因此结下了良缘。你们口中的奸夫，就是本司令。真的
是这个样子吗？这么说，小花是陆家的血脉？我看未必。为了避免有人特意做局蒙骗司令，我恳请司令做一下现如今比较流行的西方基因检测。据说这种检测能够判断出是否为亲生血缘关系，这样能打消我们的疑虑。是啊，司令，即使您与沈如意有过一段露水情缘，那也不能证明这个孩子是您的呀。说不定就是他与别人通奸所生。有这种可能性，还请司令做一下测试，以堵住悠悠众口。司令的血脉不容小觑，万一要是弄错了，那以后3军6区岂不是要为别人做嫁衣？老师和义父还真是忠心，言尽于此，还担心混淆我陆家的血脉。我此生只有过司令一个男人，小花也绝对就是陆家血脉。我愿做基因测验，以自证清白。我相信你。娘，我不要当什么司令大小姐，我只要娘。小花，可不要胡说呀！你是我的孙女，是司令的亲生女儿，更是陆家军的掌权人。以后3军6区的执行权都将归你所有。疼吗？根据结果显示，司令和小花确属是亲子关系。太好了，小花，你以后是3军6区名副其实的大小姐，你娘也由3军6区所有人保护，以后他们都替你派遣。我们一直说司令的血脉是野种，这不是打司令的脸吗？全完了！辱骂司令血脉，逼迫司令夫人自刎，这肯定难逃一死啊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好处都让这个贱人占了？这孩子的五官跟言川小时候是一模一样，这品行张弛有度，谈吐文雅的，真是陆家的血脉呀！这以后呀，我真的是能过上承欢膝下、三世同堂的好日子了。咱们陆家呀，后继有人了。恭喜老夫人，喜得孙女。现在我宣布，以后3军6区所有的将士将以生命保护如意和小花。是。也是我糊涂呀，我怎么就将我这儿媳和我这亲孙女送上个断头台了呢？这都是我的错呀！娘，老夫人，都是做娘的野蛮心狭，害人害己。我凭什么让这3军6区的所有将士所尊重啊？就连普通人他们都知道虎毒尚不食子，何况是我？差点就做了让我后悔一生的事情啊！如意，都是我的错，以后你能不能……老夫人，不知者无罪。小花，叫奶奶。奶奶。以后小花将是3军之统，6区之帅。老夫人三思啊！这司令正值壮年，如今哪个一方霸主不是几房姨太太？以后司令肯定还会有子嗣。再说这孩子才5岁，这怎么能现在就册封为统帅呢？我与娘的意见一致。小花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她不仅聪明、果敢，而且心智成熟，是作为主帅的不二人选。
并且我也没有再另娶的打算，也不需要什么姨太太，只要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司令，你质疑我的决定，还要质疑我娘的决定吗？义父，你别忘了，现在坐在司令这个位置上的是我。稳住！司令言重了。申宇，你身为人妇，卖女求荣，欺辱陆家血脉，你罪该万死！司令，司令饶命啊！哎呀，司令！现在知道求饶，刚才还言之凿凿地说要枪毙我的妻女，我看这处置就让你体验一番吧。司令，看在沈如意是我亲生女儿的份上，求求你饶过我这一次，饶过我这一次！还有你们，说我的血脉不配进入沈家祠堂，今天就要你对母女所做的一切如数奉还。不是，一定是搞错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逆女，你闭嘴吧，还不赶紧给司令认错！对不起，司令，不知者无罪，我是真的不知道陆小花是你的亲生骨肉，所以才会为你打抱不平的。你不是一直要处置我的妻子和孩子吗？像你这种心机深沉、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才应该就地正法。姐姐，怎么说昔日我们一直和睦相处，是大家艳羡的姐妹花，你一定不会看着我去死的。哎，对，姐姐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救救婉儿吧！现在想起来我是你姐姐，刚刚一口一个贱种，一口一个孽种，是谁在喊？还伙同他们想把我们娘俩逼上绝路。那个时候，你有顾过我们的姐妹情谊吗？这么些年来，你们对我百般羞辱，从未顾念过亲情。当年你为了1000大洋把我卖给胡老三的事，我根本双拳难敌4手，无法招架。我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，你们为什么不能放过我？哟，这不是姐姐吗？大家快来看呐！沈家长女沈如意未婚生子，与人通奸，违抗父母之命，令父亲蒙羞，令世人唾弃，简直是世风日下，不知羞耻。就这样还不赶紧回家去啊？丢人现眼，像什么样子？沈家真是倒了血霉了，赖上你这个女儿。就是啊，跟烟柳之地的女人有什么区别啊？如意，如今我找到你了，再也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了。幸亏老天有眼，让我遇到了司令。一直以来，你们都只把我当做一个可以随意买卖的物件，非要我生不如死才能如你们的意。不，我没做过。你没有，事实怎样，我们一查便知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姐姐，你听我解释。事实岂容你狡辩？副官，是，给我去查案，将当年沈家卖女儿给胡老三的事情都给我汇报清楚。凡是参与当年事情的，一一清算。哎呀，你这个逆女呀！这个事情啊，你一人所为，你自己做错的事情，你自己承担，千万不要连累你的父母亲啊！爹，不要叫我爹，我特别后悔这么多年一直把你捧在手心里面。司令，沈如意这些年所受的伤害呀，全都是他们母女2人共同谋划造成的。她从小就嫉妒她的姐姐长得比她漂亮，能力比她强。你不停地在我面前上眼药，哎呀，我错把这个榆木给当成了珍珠啊！你呀，还
还有你，张春丽，你分明就在嫉妒李秋梅是大家闺秀，那身份是无比的高贵呀！司令，这个女人，她只是我从烟柳街带回来的一个消遣物而已。她不甘心居于人下，不停地在我面前嘀咕，让我休妻弃女。我现在特别后悔，我是被他俩给蒙蔽了呀！哎呀，申宇，你个王八犊子，简直不配为人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说谁不是人？你也不瞅瞅你自己这个德行！司令，他们母女俩这些年真是特别恶毒，恳请司令立即将他们就地正法，以儆效尤。真可笑！事到如今，你想金蝉脱壳，没门儿！明面上你给所有人都说那1000块是为了给我添置嫁妆，大家都觉得你对我这个女儿百般宠爱，可实际上你是为了给自己疏通军营关系用的。你这个逆女，你信不信我打你？哎呀，大家都看一看呀，这个逆女打他爹呀！大娘为了沈如意都甘愿以死相抵，可你自私自利，只顾自己的安危，先让我当你的替罪羊。好啊，既然你那么想让我死，那咱们就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。真是一出狗咬狗的好戏，不让你们去唱戏，都可惜了。这样看来，亲家母果然是名门闺秀，只是心思单纯，被一些小人所害。如意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孩子。从今以后，罢免人鱼的军职，将他们一家3口拖出去，押进地牢，择日枪毙。不要！司令饶命啊！还有沈家的其他人，凡是参与此事的，都给我查清楚。只要有助纣为虐、恶逆妻主的，都一并处置。至于你，军法处置。军法处置至少要挨100军棍，我还有命活吗？你们沈家一家人方才对我们母女2人口诛笔伐，何曾顾念过血脉亲情？你们为了一己私欲，连我5岁的外孙女都不放过，你们还是人吗？这样的亲人，我们不要也罢。这么多年，你们已经将我们对你的亲情消耗殆尽了，求饶也没有用。来人，拖下去！夫人如意，救救我呀！夫人如意，救救我呀！夫人如意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恭喜老夫人，恭喜司令，三军统帅终于后继有人了。如意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保护你们母女2人，我会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。小花，叫爸爸。爹，乖。叫奶奶。奶奶。哎。如意，娘。军医已经在门外等候了。立马安排医生让他去我房间给如意看病，再找个医生给伯母治疗伤势。是。你醒了。司令，老夫人。娘，不必拘谨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的身体养得怎么样了。让老夫人担心了，已无大碍。哪里的话，你没事就好。司令，我娘呢？我娘怎么样？伯母身体已无大碍，为了不让她落下病根，我还特意让伯母在陆家多休养几天。
可伯母执意要回，不想叨扰我们，我就派人把她送回去了。谢谢司令。说来，是我不孝，我娘年事已高，这些年只有她对我不离不弃。当旁人都对我评头论足时，只有她坚定的选择站在我这一面。如今因我受辱，是我不堪。如意呀，你不应该把责任全推到自己的身上。这件事说到底都是怪言川，是他对不起你。在这乱世，女子的贞洁极为重要。这些年，你们肯定过得也不容易。确实是我的失职，不过一切都过去了。从今往后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和你的家人。司令，今日之事确实有我的错，是我给你们造成了困扰，但我其实无意司令夫人之位，也没有那样的野心，让我自己的孩子执掌三军，更担不起众将士对我的爱慕。这么多年，我唯一的愿望，就是我娘和我女儿可以平安、健康。如意呀，你别想那么多，我已经认准你这个儿媳妇了，你可不能跑啊！今日在宴会上，确实因为大家心思各异，让你们受尽了屈辱。但是你放心，我身为三军统帅，我受的一切荣耀都是凭一己之力获取。若是连家人都护不住，岂不是对不起我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？司令，老夫人，娘，他以后是不是就是我的爹爹了？小花，我就是你的爹爹。太好了，小花以后就是有爹的人了。如意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养好。过几天我会昭告天下你和小花的身份，即刻上门提亲。婚宴就定在7日之后，我要争取早日和你成为有法律效应的夫妻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对呀，如意，你就好好的做个待嫁女娇娥。如果谁敢为难你的话，你就告诉我，有我这把老骨头在，没人敢怎么样你。谢谢老夫人，谢谢司令。这沈如意收拾一下也是花容月貌，关键是有颗玲珑剔透心。我相信假以时日，必定能得到3军6区的认可。如意呀，这个是历代咱们沈家给儿媳妇的手镯，我把它交给你。不要，老夫人，这太贵重了。还叫老夫人呢？不是，娘。哎，今天呀，我又多了个女儿。如今啊，我也是儿女双全的人了，就算死也瞑目了。等我见到你爹，也好交代了。宝贝孙女儿，叫声奶奶。奶奶。哎，再叫奶奶，真乖。司令，我还是有些不放心我娘，我想回去看看她。那我送你。不用了，司令。这怎么能行？你身上本来就有伤，现如今形单影只的，出去再遇到危险怎么办？我送送你，也安心一些。司令，我本就住的贫民窟，那里人多眼杂，传出去会对您名声有损。况且现在时局刚刚稳定，这样大动干戈的话，会让那些蠢蠢欲动的人有可乘之机。现在还是小心为好。如意啊，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孩子，朴素又低调，还不图什么，一心一意的为我们司令府着想。娘现在看你呀，是越来越喜欢。小花，虽然你现在已经寻得父爱，奶奶对你也是百般爱护，但你切记，万不可养成刁蛮任性、蛮不讲理的性子，以后也绝不能仗着身份恃强凌弱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还有，这件事情不可在外走漏风声，这样会给你爹和司令府带来麻烦的，
记住了吗？知道了，娘。夫人，沈家到了，老夫人和司令特意吩咐我陪您一同进去，保证您的安全。没事儿，这都到家门口了，没什么危险的。况且不出几日，司令就要昭告天下了，你放心吧。那倒是，那我就在这候你，你有任何问题随时叫我。你有心了，不过不用这么麻烦，你先回去复命吧。这里人多眼杂，难免会有人认出你这副面孔。况且现在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如此被动的情形，我们还是小心些好。那我先回去复命，过会儿再来接你。好，辛苦你，走吧，小花。娘，我回来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娘呢？你娘，我们也正在找她呢。这里是我家，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出去。沈如意，你干的那些破事，我们早知道了。你未婚先孕，生下野种，现在又假装完璧之身，想参加司令的选席宴。就算我们不处置你，司令得知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未婚先孕，还不是被你们逼的？要不是你们非要把我卖给胡老三，我怎会迫不得已先跟他在一起？你还狡辩！从小好吃好喝供着你，现在长大了对长辈就这个态度？再怎么说，我们都是你的长辈，你做出这种龌龊的事情，我们沈家容不下你。还轮不到你们来处置我。且不说7日后我就要与孩子父亲成婚了，就当年你们选择把我卖给胡老三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早已不是你们沈家人，也不愿再与你们有半分瓜葛。放肆！你还想嫁给谁？就你这残花败柳之身，还带着一个小孽种，哪个男人能看上你啊？大逆不道！我们沈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贱人？不是你们欺负我娘，娘和爹爹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他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。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我们沈家的脸面被你们这一大一小都丢尽了。今天如果不沉汤噬铁，难告沈家的列祖列宗。小花可是你们亲外曾孙女啊，你们这么大的人连个小孩都容不下。野种就是野种，凭什么觉得我们会认他？小花，小野种，你属狗的呀！真是疼死我了！你给我等着！我不是野种，你也不许欺负娘。你这野种，和你娘一样，都是贱骨头，连个小孩都容不下。这是我家，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出去。我们沈家家门不幸，先有你未婚先孕生下野种，现在又假装黄花大闺女，想成为司令夫人。就算我们不处置你，司令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轮不到你们管我。你们娘儿俩还想移花接木，妄想摇身一变变成司令夫人。要是被发现，我们整个沈家都要被抄家，还说与我们无关。乡里乡亲们呐，你们快来看呐！我们沈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出了这么个小孽畜啊！放开我！放开小花！没事吧？今天我要按家法把你们逐出沈家，与沈家划清界限。这个沈如意啊，早就被人玷污了，还生了个孩子，居然还说自己是黄花大闺女，真是不要脸！就是，真当司令是傻子，山鸡还想变凤凰。你们要想跟我划清界限，我随时奉陪。反正我早不想跟你们沈家有半分联系了。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我又没有做错事情，我凭什么下跪？你如果想让这个孽种与你一起受家法鞭打，你可以不跪。不要，我跪。小花还是个孩子，只要你不伤害她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沈家家法第30条，
女子有不真者，家法鞭笈30，并作除名惩戒。家法过后，你与沈家再无任何关系，大家可以做个见证。你打我吧，只要你不伤害小花。你欺骗司令，是诚心想害死我们沈家，你知不知错？今天我要为我们沈家扫除门楣。见死性不改，老爷，今天就好好管教管教我。你们别打我娘，我爹一会儿就来了，我爹会把你们全部打死的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一点家教都没有，一看就是个又爹生没娘养的东西。看他这个样子，也不像司令的孩子。听说沈如意确实是被土匪玷污了才生的孩子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的种呢。你们不许胡说！小花才不是什么土匪的孩子。你知不知错？你这孽障！你们不要再打我娘了！我爹是司令，他来了会把你们全部枪毙。司令，你这个孽种还真是痴心妄想，你就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。就是司令的千金，你和你娘一样魔怔了。小花她才没有胡说，她的确是司令的孩子。我与司令马上就要成亲了，聘礼都已经在路上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司令也不是什么女人都要。不要以为你参加了个选席宴，就以为自己是司令夫人了。你别痴心妄想了。对了，有没有派人送沈小姐他们回去？沈小姐说不用麻烦，拒绝了护送。如意说要低调做事，不要张扬，确实是个好女孩，这么多年真是受苦了。你去准备一些上好的玉石、珠宝，还有银元布匹，我们作为聘礼去沈小姐家提亲。等我处理完手上的工作，我们就去沈小姐家。收到，司令。这个张婶啊，可真客气，我还没好好谢谢她，反倒还给我拿这么些东西。到时候遇见她，我要再多给她拿一些鸡蛋。别痴心妄想了。如意，娘，你们凭什么打我的女儿？李秀梅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和你的好女儿干的好事！你女儿的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居然还假装完璧之身去参加司令的选席宴，你是存心想害死我们沈家？就是，这什么心思呀？你女儿和野男人苟合之事，已经让沈家丢尽了颜面，你现在居然还去得罪司令，你们娘俩可真是沈家的扫把星啊！小花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打人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吗？你还护着这个孽种，你教女无方，还纵容其肆意妄为，你也该打。如意没有和野男人苟合，当时司令受伤了，如意是为了救司令才和他在一起。小花也不是野种，小花是司令的孩子。司令马上就派人来提亲了。哎，又来了一个胡说八道的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女儿救了司令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她是司令的孩子？是吧？这个李秋梅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好女人，自从沈家娶了二姨太，把她给冷落了，她就寂寞了，天天早出晚归勾引男人。嘿，你胡说，我没有。我是出去做工了，我没有勾引男人。好你个李秋梅，原来也是个荡妇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今天我们沈家就要好好管教管教你。
自从我父母双亡，你们默许张春丽进门，我就没有花过你们甄家一分钱，都是我起早贪黑做工，照顾我和如意。你们虽然冷落我和如意，但是我不可能出去找其他男人。你们宁愿相信外人胡说，也不相信自己的家人。行了，我不想提其他的。你别忘了，李秀梅，你父母双亡是谁出钱厚葬的？你和你女儿现在得罪了司令，连累了沈家，你不该受罚吗？你这个坏人，不许欺负我的外婆！你这个孽种，走开，不然连你一起打！我真的是司令夫人。申玉、张春丽和沈婉儿因为诬陷我跟野男人苟合，以下犯上，已经被司令关进了大牢，择日就枪决。你没看，他们现在都还没回来吗？啊，真有这事儿？确实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他不会说的是真的吧？哎呀，老爷，我想那选席宴应该早就结束了，他沈如意都回来了，可玉儿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难道真的是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和司令在一起？你爹和你二娘真的被关起来了？没错，他们现在已经被司令押入大牢，择日就枪决。我可以作证，他们好好的呢。沈宇他们三人好好的，还把我师父钱正义请了过去，现在四人应该还在叙旧吧？你是？我叫乔亮，我师父叫钱正义，他跟你这儿媳妇张春丽是老乡。我师父还订了饭店，现在应该在裕华饭店庆祝沈婉儿小姐成为司令夫人吧？原来是这样，多亏你前来相告，否则我们都被这小贱人骗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！钱正义已经被军阀处置了，现在根本出不来，怎么可能还在饭店庆祝呢？我亲眼看见他们和师父一起走的，难道会有假不成？你说这些不就是怕处置你吗？今天就把你陈塘，以绝后患。陈塘，这种狐媚的女人就爱勾引人，就算是为民除害。我没有，我只有司令一个男人。我什么时候勾引的你？明明是你走在我下班路上调戏我，我不理你，你现在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还在嘴硬。邻居们，大家都看见了，我们沈家出了这样的女人，简直败坏我们沈家多年的名声。我们沈家要依据家规，将妻女陈塘以示苍天。你们不许动我女儿！你快走啊！别管我，娘！如意，娘会保护你。娘，别跑！小花，快去找你爹啊！快去！这兔崽子怎么跑啊？叶儿，你怎么连个孩子也拦不住啊？他跑太快，没抓住呀！言川马上就会到，你们赶紧放了我们！这小孽种还去找司令，笑话！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们！赶紧把他陈塘了！这女人还自称司令夫人，简直痴心妄想！啊，对，去，赶紧把他陈塘了！真是娘，你放开他！你放开我！娘！走。爹，快去救娘和外婆！爹！停！谁是你爹？这是司令住的地方，你个小乞丐，滚出去！我就是要找司令，他是我爹，我娘被人欺负了，我要找爹去救娘。得了，你乱认亲也搞清楚，司令还是未婚，更别提孩子了。看你这脏兮兮的样子，谁信啊？去，一边去，别在这妨碍公务。叔叔，求求你了，我要找我爹。我娘和我外婆被人打了，再不去，他们就被打死了。你这小乞丐，这是军区重地，不是你玩的地方，快走开！小心点！
这些可是给司令夫人的彩礼，弄坏了，我们10个脑袋都不够赔的。爹，我是小花呀，爹，你快出来呀，爹！你这小孩，跟你说了，别在这儿喊，趁我还有耐心，赶紧走开。放开我！哎，奇怪，怎么好像听到小姐的声音了？哎，看来是太累了，都出现幻觉了。出发吧，去给夫人送彩礼。夫人，沈小姐，你在家吗？奇怪，门怎么是开着的？家里却一个人都没有。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糟了，夫人出事了！我沈家没能教育好你这个孽障，那就交给天收。如意，我真的是司令夫人，你们放了我吧！你们要是杀了我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们放了女儿，司令马上就要来下聘礼了。闭嘴！你个忘恩负义的贱人！当初沈家迎你花了多少银元和财宝？你这个不争气的穷光蛋，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，就生了这么个不要脸的女儿！你想害死沈家呀？快点陈塘，像这种女的留在世上也是祸害呀！我沈家世代清正，治理有方，女子冰清玉洁，男子聪明能干。如今出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家法无情，先把这孽女鞭击30遍。陈塘以告先祖在天之灵。不要！你们放开我女儿！你快去安置好彩礼等贵重物品，我去救夫人和老夫人。快去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居然敢伤害司令夫人，不要命了！你是哪根葱？跑来这里英雄救美，那你来错了地方。这是我沈家的私事。我是司令贴身警卫员，来沈小姐家提亲。你们居然敢伤害老夫人和少夫人，你想受军规处置吗？哼，穿着军装就是司令警员了。那司令行踪都是保密的。你说说，司令现在在哪儿？哎，想干嘛呀？不说清楚想截胡？你对这个沈如意这么好，难不成你是他哪个奸夫？我说了，我是司令贴身警卫员，司令现在正在营里处理军务，马上过来。劝你们立刻放了老夫人和少夫人，还能从轻处置。这个帽徽好像真的是司令营的人，我在报纸上见过的。不过司令营出任务都会有特定的军牌，咱们还是问问比较好。小子，你说你是司令的贴身警卫，那你出任务的军牌呢？你要是能拿出来，我们立刻就放了这贱人。糟糕，今天走得急，忘记带了。拿出来呀！不会没有吧？这沈如意的姘头也不行啊！你的军牌呢？别说你军牌没带，军营只有军牌才能进入，这个规矩人尽皆知。我是司令贴身警卫员，可以不出示军牌。你们立刻放人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好一个不客气！还敢冒充司令部的人，你和这贱人一样，不知死活！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交给司令处置，顺便还能邀功请赏。我早就看他是冒牌货了，我这……小子，敢耍你大爷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呀！赶紧放人，
我不想打老百姓，这是你在逼我。好小子，让我抓住你！老爷，干得好！咱们不光给司令处置那贱人，还抓了个冒牌货，大功一件呢。你们等着，司令马上就来，你们不会有好下场。叔叔，求求你了，就让我进去吧！我要找我爹去救我娘，再不去，娘就没命了！求求你了，叔叔！求求你了！这不是陆小花吗？还在喊爹！我娘说了，你是个野种，根本就没有爹。就是，这么久只见过他娘，他就是个没爹的野种。爹，你快出来呀！娘被人欺负了！这里是军营，没有你爹。你这小丫头片子怎么这么能喊？赶紧走开，不然我要打你屁股了。爹，你为什么不见小花？娘被人欺负了！你这死孩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妈都叫你回家吃饭呢。终于处理完了，不知道如意怎么样了。来人啊！备车，去夫人家。是。不要怪我心狠，得罪司令，我们总有人要死。但只要先把你解决了，我就可以不死，还能拿着你的尸体去邀功。希望司令能不要怪罪老夫。单老爷，你这种清理门户、处理社会毒瘤的行为，我会好好记录下来的。这就是道德沦丧的表率，违背女人的伦理。我要登上头条快报。家丑而已，我们沈家的女子都是温婉贤淑、相夫教子的，但沈如意根本不配做我们沈家的女人，自己惹了一身骚，还连累我们。去看看那边什么情况。是。什么情况？夫人和小姐他们去哪里了？还有余生哥去哪里了？夫人和老夫人被一群人带走了，余生哥去救夫人和老夫人了，让我留在这儿照看贵重物品。夫人和老夫人被一群人带走了。大胆！他们现在何处？在村头河边。住手！司令，您来了。这个贱妇和野男人苟合生下野种，还冒充黄花大闺女参加选席宴，现在已家法处置。沉塘后尸体现给您处置。都给我跪下！司令大人，我们还抓到一个冒充您的贴身警卫的人，应该就是这个贱妇的野男人之一。你口中的野男人就是本尊，你口中的贱妇就是我即将过门的妻子，你口中的野种就是我的女儿小花。司令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这沈如意5年前就已经怀孕，怎么可能是您的孩子？
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5年前如意去前线救人，我身受重伤，她为了救我才跟我在一起。后来意外怀孕了，她辛苦把孩子拉扯到大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她，你们就把她折磨成这样，啊！什么？完了完了！那雨儿和婉儿他们……如意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言川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。娘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拖累了你。如意，是娘没有保护好你。你们不是想知道沈婉儿怎么样了吗？她现在就在我的营中监狱看管，马上执行枪决。搬弄是非的记者也被我控制起来了。这个结果，你们还满意吗？司令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司令，你饶命啊！啊，司令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过我们2个老骨头吧。你们确实该死，但让你们直接死，便宜你们了。司令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可没有伤害沈如意呀。这鞭子全程都是沈强打的，我劝阻他，他不听啊。你这疯婆子，变脸那么快，都是你撺掇着去如意家的。如意呀，我好歹是你的奶奶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。以后奶奶绝对对你好，来弥补你。如意，是爷爷不对，你打爷爷吧，你原谅爷爷吧，如意。这些事情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，可你们不信，还想要我的命。现在是你们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来啊，把他们俩拖出去，枪决。如意，如意，你帮爷爷说句话，如意，如意，求求你，如意，原谅奶奶吧，如意，如意啊，你帮爷爷说句话，哎，如意。司令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是来看热闹的。看到如意被打，我也心疼。她小时候，我还抱过她呢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沈如意就是我陆延川的妻子，是军区司令的夫人。聘礼已下，从此以后，你们要是再敢动她一根手指头，我绝不轻饶。恭喜你啊，如意！都是我被朱由蒙了心，没早点认出你的身份，让你差点被人害了。哎，对，你不要怪李叔啊，李叔真心祝福你们。你就是钱正义的徒弟吧？你师父已经被关起来了，怎么，你想去见他？没有。我这就是什么该等，什么不该等，不需要我说吧？不用，我会把您和夫人的婚礼，还有小姐身份，登上头条。您放心。如果下次报纸报道不满意，你就可以去见你师父了。滚！我以后一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小花呢？怎么没看到小花？小花不是去找你了吗？你没见到她？我没见到小花呀，她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糟了，小花丢了！余生，马上安排封锁全部军区，调动全部资源，找到小姐。是。走。怎么办？是我让
让小花去找你，她那么小，要是丢了我可怎么办？你别担心，我已经调动了全区所有的警卫去找她，一定会找到的。你先跟伯母回去休息，我叫了医生，先给你们治病。陆司令，麻烦你了，小花的下落还得你多留意。伯母，您客气了，到时候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你是谁？这是哪儿？小崽子，你终于醒了啊！吃点东西，喝点水，晚上带你去找你爹。哟，小兔崽子还挺挑食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吃的话，可就没得吃了。到时候饿了，可别怪我。行了，你吃吧，我呀睡会儿啊，睡醒了赶路。吃吧吃吧。我得赶紧逃出去，都怪我太笨了，也不知道娘怎么样了，不仅没找到爹，还被坏人绑架了。小兔崽子，你想跑是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可是老子移动的2000块大洋呢！我不要，放开我！放开你！我告诉你，这可由不得你。那价格都谈好了，还想跑？你给我老实点！什么？小花丢了？我就那一个孙女，你们是怎么看孩子的？娘，我知道你很担心，我也很担心，但是现在已经全区搜查了，而且我和如意也会去找她，就算把6区翻个底朝天，我也会找回小花的。我不管，如果你们把孩子找不回来的话，你们也别回来见我。小兔崽子，我看你怎么跑！你放开我！我爹是司令，你抓了我，我爹肯定饶不了你。哼！哎呀，你爹是司令！哎，小乞丐，你觉得你说的话谁会信？等把你啊卖给李老板，老子可就到手2000块大洋了。我告诉你，李老板可是大户人家，你跟着他算是享福了，所以你该感谢我啊！小花，你在哪儿啊？娘来找你了！小花，爹和娘来找你了。眼川，怎么办？这都找遍了，小花要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别担心，说不定小花就在这里，我们不会放过任何角落，再仔细找一找。那边有个仓库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小花！你真是司令之女啊！小花，这如果让司令知道了，那我小命就不保了。小花，娘！闭嘴！你要害死我呀！小花，先生，请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这么高的小女孩，梳着齐刘海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没见过什么女孩，只是问问而已。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还是说你知道些什么？司令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根本没见过什么女孩。
这里就你一个人？是。您看看这个新闻，这个新闻，这就是我女儿，有没有见过她？司令，夫人，这我是捡来的，我不识字的。我没有见过什么小女孩，真的。好，你可千万不要知情不报，不然绝对饶不了你。小花，小花，小花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什么声音？司令，这应该是老鼠啊！不，肯定是老鼠，肯定是老鼠。司令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早上看到一个小女孩往东边跑了。什么？往东边，应该是往东边。小花，小花，没事吧？小花，小花，看看娘。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司令，我是真不知道你女儿的身份。我知道了，我哪敢这么错呀？司令，我求求你，放了我好不好？你真是活腻了，连我的女儿你都敢碰，你还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司令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知道小姐身份，我哪敢绑您的女儿啊！求求你，饶了我啊！饶了我吧！饶了我吧！饶了你！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崩了你！娘，爹，你们来救小花了，对不起，小花又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有，小花，小花，小花，你醒醒，你别睡，言川。司令，小花，言川，小花，我孙女怎么样了？她没事吧？目前这个情况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小姐是呼吸不畅，诱发哮喘导致了休克，还好送医及时，小姐很快就醒了。辛苦了，谢谢。没事。小花，小花，水，快水。小花，你可吓死娘了！小花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别怕，坏人已经受到了惩罚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。以后爹会保护你们的，再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们了。我终于要嫁给他了，这一刻我等了5年，现在真的实现了，和做梦一样。娘，你今天可真美。小东西，怎么娘平时不美啊？走。好，祝福。
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干什么呢？我在给司令和夫人拍照呢。明天的头条肯定是司令和夫人的主场。